没有声音的影片如何有效率上字幕？这是好几位小伙伴问的问题。别担心，您的需求我听到了。这部影片将教学没有人教过的剪辑手法。没有声音的影片如何有效率上字幕？大家好，我是 GoGo。还记得上次的影片，如何使用剪映 AI 自动上字幕吗？如果你只是单纯要学习如何快速上字幕，那请点选右上方连结或是影片下方描述栏位里面的连结，即可观看如何用剪映 AI 快速上字幕。但是今天这部影片要介绍的是比较特别的上字幕案例，就是教学如果影片是没有声音的，那要如何有效率的上字幕呢？这个问题是由一位小伙伴提出的问题，原本以为这应该是小众问题，但是爬了一下文发现，原来也不少人有这个问题，而且还没有人可以正确解答。因此我决定制作这个没有人教学过的影片，或许流量不会很好，但没关系，只要做得到并有人有需求就来拍摄教学。好了，这次就请 Go 老实力教学没有声音的影片要怎么利用剪映来快速上字幕吧。操作 Go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无远佛界教学教室，是教学各种技能或是介绍 App、软件评测、素材以及好用的线上工具。请现在立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吧。无声音的影片如何有效率的上字幕？那意思就是说，它这个影像是没有说话的，但是需要上字幕，要怎么样做比较有效率呢？还记得我上一次的一部影片，就是影片如何上字幕，就是剪映 AI 自动上字幕 YouTube 字幕轻松上的那部影片吗？那有一个伙伴啦，就私讯我，就说如何以无声的影片，那以文字介绍有没有好的方法上字幕，让它更有效率？其实还是有的，但是无声影片以文字来介绍的意思呢，就是你影片总是会上无字幕嘛，所以你可能会有文稿，不然的话你 AI 不会自动帮你产生你的文字啊，然后再就是你可能很清楚知道什么样的画面要上什么字幕。在这两种条件下，那我就提供两种做法来教学。第一个做法叫做录制语音法，就是我们先录制我们的声音产生字幕，我们使用剪映里面的录音功能这个功能非常好用，利用它的功能来产生我们的声音，再进而来产生我们的字幕。好，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范例示范。那第二个做法呢，叫做文考匹配法。刚才已经说你知道什么样的文字吧，你就是不管是什么在什么的画面上出现什么文字，但是你总会知道你要上什么文字嘛。所以我们利用文字来产生字幕，这叫做文考匹配法。那等一下，这是我们的范例2做第二个做法，给大家知道怎么样去产生你的字幕。好，那我们先来操作看看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尝试一个录制声音法。那我们打开我们的剪映，那放入一个没有声音的影片。这部影片大概是这样子的。它是一个没有声音的影片。好，要如何产生我们的字幕呢？其实非常简单。我们回到开头，我们选择这边有一个录音，有一个录音的功能，点击它，就会出现这个画面。那这个画面呢，我们选择录制。好，准备哦。阅读也可以是一场生活中的冒险，带你去不同的地方。高雄市图书馆。好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了。我们把这个关掉，那我们这一段是不要的。好，那我们这样子开始产生我们的文本，然后选择智能字幕，然后选择第一个识别字幕，开始识别。好，这样子就完成了。来，我们从头开始看。好了，记得因为我们这还是无声音的影片记得把我们这个录音给删除，然后阅读也可以是一场生活中的冒险，带你去不同的地方。高雄市图书馆。好，这边一定会有错误就上一部的影片也说了，智能字幕就是它辨识你的语音不可能100%的正确，所以你还是要去做修正。就点击这个高雄市立图书馆。好，那我们改变这个字体，记得改变一次就好，因为这是智能字幕。改变我们将它简转繁，那这个字给它大一点好了，比较好看。好，
那因为这个画面会不太清楚嘛，好，那我们给它一个背景，给它背景，好，这背景黑的，然后给它一点透明啊，会很好看。好，那这样就完成了，我们可以再看一遍。阅读也可以是一场生活中的冒险，带你去不同的地方。高雄市图书馆，好，这样就完成了。这个就是录制声音法。好，那我们来试试看文稿匹配。那文稿匹配呢，一样是文本、字人字幕跟文稿匹配。好，这边好，但是呢，它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一定要有声音啊，你不能这样子完全没声音。那怎么办呢？我这就是没有声音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很简单，你可以放个音乐吧。那我们选择音频，这边选择音乐素材，选纯音乐，好，随便选择一个声音，将它拖移到你的荧幕来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就删除。好，那这时候就可以做文稿匹配了。来，我们选择文本，然后选择文稿匹配，开始匹配。那这边把文字贴上。好，阅读也可以是一场生活中的冒险，带你去不同的地方。高雄市立图书馆。那我们选择开始匹配。好，识别中。等待一下，好，这样就完成了哈。那接下来要做什么呢？我们要开始做排版，将这个移除。阅读，阅读要放哪？从哪边开始？我一开始就想出现了阅读。好，从这边。那我们生活也可以是一种冒险，来看看。想要从这边开始好了。那带你去不同的地方。这边是这个太长了，这样往后拉一点，拉短一点。这个太短了，这样拉长一点。那最后呢，高雄市立图书馆从这边切到最后。好，那将这个文字啊，我喜欢有个背景，那背景黑色，然后将它不透明度减少一点。好，那这样就完成喽。我们来看一次。阅读也可以是一场生活中的冒险，带你去不同的地方。高雄市立图书馆，好，这样就完成了，是不是非常简单啊？那你会问我哪一种方法比较快呢？我只能回答你，都比你从头开始制作来得快很多。好，所以不管是用录音的方法产生字幕，还是要用文稿匹配法产生字幕，那这都是一个习惯性的问题。那你要多方尝试，才知道哪一个方法是最适合你咯。剪映上字幕很简单，对吧？其实这堂课学习到录音与智能字幕这2个重要功能，我相信在制作影片的人也会很有感觉的。好好善用剪映，绝对可以让你加速影片产量，创造出更多的成功机会。好了，教学就介绍到这。喜欢这教学的朋友，请按赞、订阅与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。请多多支持无远弗届教学教室。我是 GoGo，期待下部影片见。